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弘仪，欢迎收看今天的划时代人物。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超级人物一起台湾囡仔、郑卡囡仔但是呢，经过非常艰苦的奋斗，那今嘛也公司离美国上市，那上市它的市值台币是7、8千亿这样子。那这个不只是这个台湾之光。世界的能见度也是这个非常的普及。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是美国上市公司 Supermicro， 我们简称美超微的董事长。Spotlighting Supermicro computer today, and then a Supermicro computer. SMCI Supermicro computer. We should change the name to Supermacro. 全球前3大伺服器厂 Supermicro 美超微搭上 AI 热潮，2022年股价一路飙升，最高累积暴涨近40倍，人称 AI 妖股。而最近妖股满血复活。5月中跟沙烏地阿拉伯数据中心公司 Delta Vault 达成200亿美元大单，美超微股价今年涨幅达到47.64%，创办人是他梁建厚，来自台湾，出身嘉义。我当时在1993年成立公司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产品就是背这种 Building Block Solution，那时候没想到说 Building Block Solution 会这么分析，这么 powerful。那后来觉得我们还真的是蛮幸运的。模组化系统简单来说，就像叠乐高，可以活用不同形状积木，依照客户要求组出产品。其实这是当年梁建厚大女儿刚出生，她陪玩积木得到的灵感。如今在 AI 应用端已经是世界级。Is the largest AI cluster in the world. Inside the compute hall, we have these clusters. Now, each of these is made up of 8 liquid-cooled racks by Supermicro. Now, these Supermicro NVIDIA liquid-cooled AI racks are probably the most advanced AI racks deployed at this scale. 特斯拉创办人 Elon Musk 旗下的 AI 新创公司 xAI 和美超微辉达合作，打造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慧电脑。This thing is already the largest AI training cluster in the world. And let me just tell you, the speed at which this thing was built is absolutely amazing. This entire facility with over 100,000 GPUs was built in only 122 days. 只用了122天，让不可能的任务成真。梁建厚能做到世界顶尖，对于财报跟下市谣言，他也直球对决。这个有时候人在江湖嘛，江湖，这个还真的是被 rumor 所害的那通常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中规中矩这个不怕谣言。台湾有一句话叫什么？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不怕鬼敲门。但是鬼敲门还真的是不好玩。那个确实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强调一切合规。对于商场的明枪暗箭，梁建厚从金庸小说学攻防。我金庸小说看的不多啦，但是也看了一些就跟这小说说的一样嘛，就行走江湖，有时候总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那只要我们做的对，做的正，就是勇往直前，继续往前冲咯。做对的事，好的产品都要持之以恒。而善待员工这件事，他也同样默默做了30年。SMCI has, Charles says, never had a layoff. That must mean that you run very lean. Yes, as an engineering-oriented company, we calculate, we forecast everything as precise as possible. And that's why in the last 31 years, so far we never had to lay off people. AI 妖股除了科技硬实力难以取代，梁建厚也让世界看见台湾人骨子里的拼劲跟志气。邱老师你好。郑先生好。好，那邱老师的中文名字叫做梁建厚，当小我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吗？我们故乡我们故乡真单纯就是整咖，在阿里山山脚下竹崎，那四叶村就是竹崎的乡下，然后就在这个很乡下的地方。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家里附近都是森林嘛，森林哦，
是小时候电拿哟，还是电拿甲森林树拿？对，哦，啊，咪是较山区。山区。哦，哎呀，主要是拢生产啥物？较早德顺、菱景，那后来有橘子，柳丁、种柳丁、种柑仔，哎，往来啊，那是比较后来了。好，哇，讲实在吼，要种柳丁啊，要种往来迄个田呐，对，其实是无遐肥沃啦，山啦，山，我那田真少，哦，因为较肥沃的田拢去种猪仔，对，那较早下课爱倒做，对，其实较晚下课嘛是爱倒做，爱做啥物？都蒸柑仔啦，柑仔你爱 package， 对，爱装箱，装箱啊，人面下较水，对，装箱了个摕去车顶，对，倒搬，你有种过往来？哦，种过啊，因为往来吼种足艰苦的，是啊，迄日头大粒，是，无肥无杂，是，往来叶啊拢有刺啊，是，因为阮兜种过往来啊，拢挂甲规身躯啊。挂到规身躯是因为你无经验嘛？无啦，我做有经验的，你做有经验嘛？因为你迄个啥？无你拢伫台北咧？无啦，我细汉我嘛是水上啊，水上。因为迄爱烤草啊，爱下肥，爱摊草，嘛是迄足艰苦的啦。是。你头讲，你遐有这个很快可以用机器人去做啊。对了，变成 AI， 后摆唔免讲你遐艰苦啊。是，迄足重要的，因为像你头讲，恁遐有迄个竹啊嘛，是，竹拿吼，个竹笋，是，挂竹笋遐卖嘛，是。迄竹啊内底啥物上济？抓上济，蠓上济了。迄挂竹笋的人，你食竹笋，你真的要感恩，因为迄叫蠓叮甲走无咯，所以到尾啊，大家拢都爱抗面蠓啊。是啊，那很辛苦啊。是。对。小时候也打赤脚上学吗？打赤脚啊，那时候在乡下很普遍了。你拢烫架卡哦。是啊。你哪够读册？我无够读册啦，普通啦。普通。你读嘉义高工电工科，尾啊考调台北工专。我大家讲哦，我嘛是嘉义高工毕业的，我技工科。迄要考调台北工专是足困难的代志。无几个啦，一两个啊尔啦。考调台北工专，伊条即摆合作台科大，以前合作台湾技术学院。对。迄个愈困难啦。工专台北工专2年嘛，对，技术学院2年嘛，是，安尼，然后你讲我都去美国留学呢，这讲起来就故事都真长咧，迄阵嘛是偶然的机会，看到这个隔壁较亲戚，有人安尼去看医生，沾着药啊去，就死去呢，那我就想，这个医生不足，怎么样？能够帮忙，那时候刚好全世界这个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刚开始起来，那我也去学了一些，然后就想说，把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A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拿来看病，那不就很好吗？是。所以那时候越想越有道理嘛。那刚好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些微电脑的系统，那把这个微电脑跟这个 intelligent 的 database， 用 AI 的观念，那就会制造很多医生啊。那我越想越有道理啊，越可能啊。后来我就想做结论，我要去学 AI，做medical expert system。而且我等下讲台湾的，讲国语讲不出来。医疗的这个专业的系统去帮助人，救人，专家系统，来帮医生诊断病人，那因为医生有时候注意力有限嘛，医生有时候专业知识也有限嘛。那如果用电脑专家系统来看病的话，那个资料库很大，所以就很有学问啊。那而且你这个医疗专家系统可以复制啊，可以复制成几十台、几百台、几万台，那可以每个病人都看得很仔细啊，没错，诊断得很清楚啊，那就可以对症下药。生什么病？这个什么药？那这个dosage，这个分量要多少？都是完全客制化。
做到最刚好。那这样的话可以保护病人了。哎，那后来想一想说，进一步，人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其实就有征兆了。那如果在还没有生病之前，全把它 detect 出来，有要侦测推算出来，说这个人可能很快会生病哦，可能你1天之后，或甚至1个礼拜之后，那个事先预防啊，事先治疗啊。那我那时候越想越有道理，所以那时候虽然我英文不好，我想说我一定要去学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电脑专家系统做出来。对，所以我就想出国了。哦，你就出国，因为是因此出国。因此出国。我看一下，你后来啊去读了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的硕士，就是攻这个吗？就是攻这个啊，厉害啊！但是你创业好像没有走这个啊。人生遭遇10之8九不如人意啊！其实我迄阵还未毕业吼，就去找头路呢。迄阵贝尔实验室吼，我那个专家打 interview 吼，你也这个基础真好，录取。我就真痛啦，等了真痛啊！我等这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是世界顶尖的，那阵全世界顶尖的实验室，就痛啊！等了几天就收到信啦，拆开一看很高兴，还拆开一看，他说 Sorry, we cannot hire you。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美国公民。哦，你不是美国公民。在早期要学 AI，美国公民优先，尤其是贝尔实验室那种单位。所以我收到，我说哇。那怎么办呢？我去做别的啦，所以我就跑到矽谷去，开始做电脑设计了。这个确实的哦，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走这条路，所以顺其自然呢。顺其自然，是台湾现在是每年举办 Computex 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那这个电脑展已经是全世界数1数2的电脑展。全世界大头家每一年大概5月左右都会来到台湾或者举办论坛或者是彼此交流。那这个Supermicro 一定受邀美超微一定受邀。那受邀呢，全世界有一个现在举世瞩目的公司这个公司我是 NVIDIA， 它叫辉达。对。黄仁勋头家是黄仁勋。基本黄仁勋在台湾请假了袂掉。是啊，世界嘛请假了袂掉，请假了袂掉。伊来去夜市几乎嘛变假。是。大家拢为了要和伊合照这样。那黄仁勋当然他也洞见关山，因为他几乎是 GPU 这个设计的龙头世界的领袖。那这个人这么不简单，他的市值有3兆美金呢。是。3兆美金是偌大，你知无？咱台湾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一年差不多是1000亿的美金了。1000亿。大概3兆台币。对。好，安尼伊是台湾一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市值30倍。是啊。好，这样那 NVIDIA， 可是呢，黄仁勋这么厉害的人物，这么重量级。你去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你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展，都力挺 Supermicro， 都力挺梁建厚，力挺 Charles 的台。好，等一下来谈谈黄仁勋。好，咱先来看一段影片。And what's MGX? MGX is over there. So this it's called over there. Over there. Ladies and gentlemen. Over there, generation 1. Yeah. Is thank you the cue for me to leave or? Oh no, not yet. Okay, all right. Not yet. Unless you. We didn't. No. I got all day. I was jus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n I was supposed to get off stage. Your people told me. Usually people don't say, Jensen, thank you for coming until the end. Jensen, thank you. Hi everybody. This is the memory. The thinking memory, the working memory of AI. No. You charge me $2 million, more than $2 million per rack. 咱遐尼侪人伫家里咧，给我出价。多谢啦 ，Only. Are we allowed to do this on TV? Are we on TV? 哦，歹势，讲本笑的啦。先生，我一个问题好无？
啊，过一个问题好不好？贵咯。再一个问题、啊，了解再一个问题。我替你做很会。I am a super micro employee。多谢，多谢。你把 AI 弄得这么 powerful，AI 会不会控制我们？我要 AI control us。 Of course not. Talking about it is very important so that we can all remind each other that we have to do good science, good engineering, good business practice, good policy practice, good industrial practice. All of those things has to advance. So perfect strategy. So the conclusion is what? 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safe. 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save. The more you buy, the more you save. Yeah. Thank you, Jason. Thank you. so much. Good job. Thank you, everybody. 他连续2年都去听你的 Supermicro 的厂，当公姐要你的高情嘛？我们认识很久了啦。那2家公司在矽谷，刚好都是1993年成立。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认识。那刚好在这个产业里面，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对。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设计以它的晶片来设计电脑，那所以关系其实已经很久了，对那再加上2家公司距离不远嘛，开车15分钟，所以我们这个engineer 工程师彼此就是白天可以工作到晚上所以自然关系就很不错了。是。那他们的产品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很佩服。很喜欢他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是他的客户这个 Supermicro 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伺服器的大厂那 AI 很需要伺服器做 GPU 需要伺服器。对，黄仁勋是你的客户吗？我是他的客户，但是他也是我的客户。我买他的 chip 来做伺服器。我买的晶片做伺服器卖给其他客户，那同时他也买我不少机器，也买不少我的伺服器，因为我们伺服器做的相当好嘛。这个要被黄仁勋的公司看中的产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世界最好的，因为他是一个标准很高的人嘛。那所以我们的合作还是一直没有间断。他都要有一段影片是你去2024年这是台北电脑展你唔就讲阮这台200万美金，伊讲你伫台顶少个人你给我出价那个伺服器有那么贵啊？伺服器200万美金在去年算是普通的比较贵的就是300万美金那今年就更贵了，今年就有400万美金了。我想明年会更贵，为什么？因为东西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运算的速度越来越近那也许价值是 double，但是它的 performance 可能是10倍，也可能是15倍。对，所以也表现 performance per dollars 就每1块钱的 performance，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对，所以未来的世界不得了，有一个满足这个 HPC 就高效能运算，还有生成式应用，你推出了 DC BBS 还有 DLC2， 嘿，什么挖沟啊？什么挖沟？你我都用口语化，给大家了解。其实较早这个电脑冷却拢是气能啦，用冷气啦，用冷气是气能。这个已经这个传统差不多是对50-60年前用到一晚嘛。也有人用水冷，但是水冷的话，因为会有漏水的问题啦，比较贵啦，比较麻烦啦，所以大家就都不用水冷。水冷的市场占有率通常不到1%，一直到2年前不到1%。那我经过一些研究以后，发现水冷应该可以做到不漏水，而且可以做到成本可以降低，而且可以做到容易管理，容易maintain。那经过了1年多的这个实际的试验，发现绝对可以做。所以去年的 Computex 回来演讲的时候，我就说我希望把水冷
普遍化。那结果我们去年总共卖了4000柜的水冷。哦，4000柜哦，4000柜，每一柜大概是100 k 瓦。千瓦。对，100个千瓦。那个大概相当于全世界10% 的所有资料中心水冷式的所有资料中心新的装置，那一部分占了10%。哇，了不起！对，那当然我们在水冷的这个market share 就市场的市占率，在水冷方面当然就非常高了，可能有80%以上了。全世界水冷在去年。是，那也因为经过1年的这个经验，觉得这个东西还可以更好，所以我今年就推出第2代，所以去年推出的叫 DLC， 今年就是 DLC2， 就是第2个进阶版啊，那这样的话它省电省水，可以省到40%，是，那可以把data center。这个电脑中心的这个噪音啊，可以降低，大大的降低。这个资讯中心差不多几分贝啊，变几分贝？本家 data center， 尤其是给 AI 做的 data center，差不多80分贝、90分贝。哇，就差。这个我用 DLC2 会当做个差不多50个分贝。那差很多了。这个咱们图书馆差不多倍安静啊。所以很快希望有很多人来做这样的deployment 这样的装置。是。那所以你是投入很多研发吗？其实因为我们做电脑已经做了32年了，所以其实是要投入人力去做研发、做实验，确定它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其他的抗肾其他的麻烦，所以是有不少实验。那在最近，所以我在昨天演讲的时候，我说我们正式宣布我们开始进入 DLC2。那你有敢问啊？问讲AI 未来会不会控制人类？为什么你安尼敢问？我是替客户问啦，因为你台湾嘛，真侪人可能对这有一寡疑问，所以我是帮大家问。那当然他的回答是非常标准，也非常完美。那事实上，电脑再怎么厉害，人类会比电脑更厉害。人类可以制造法规来限制AI 有什么规范。那政府也一步一步的，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也不断的在调整他们的法规，希望 AI 可以替人类来服务，而不会真正控制人类，影响到人类。因为人还是万物之灵嘛。所以没有这关担心，不用这个担心，希望电脑 AI 来替人类服务啊。因为黄律师你也有讲到了，就是说其实未来是人形机器人的时代啊，会越来越普遍。是我看那个这个马斯克啊，他最新放的机器人已经会跳舞了。是啊，跳踢踏舞，跳什么舞，圆舞曲也会跳啊，就包括这个达文西手术，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帮忙做手术啊，而且机器人帮忙做手术可以比医生更精准。由医生来控制，因为人有时候手会发抖啊，人的这个手的精密度可能没办法很精准啊，机器可以比人手更精准，更快，所以风险降得更低，没错，所以未来的医生应该是拢透过 AI 来辅助，也风险降到最低。是啊，就我们希望电脑跟这个 AI 的科技是来服务人类、服务社会的。有的人拢会掉迄什么脊椎侧弯啦，滑脱啦，还是椎间盘突出啦、不起啦，迄拢爱开刀嘛。早期是真正爱破开，落去把迄个骨刺收掉。那尾啊有迄个微创，微创都伤口很小进去这样。那未来的这个应该说未来这样的手术，应该几乎没有风险，就很精准了。这个艺术家呢，越来越精准，因为人的学习、记忆、跟推理能力很厉害，但是还是有限你变成电脑以后，这个data 这个资料中心变成是无穷大，
所有人的经验都可以变成 AI 的经验。那而且它的推理能力越来越大，比人还大。好，那用这样的技术，用这样的资料，来治理、来处理，比如说医学方面的手术，或者是其他的判断，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得比人更精准。譬如讲，即马已经是足侪车已经无人开啊呢。是啊，无人车呢。是啊，以前讲迄内底有鬼了，啊对吧？家己的叮当。但是未来包括什么自行车司机或公车司机或什么游览车司机，很可能就不需要人啊，影响很多人的工作啊。是啊，其实我的电脑就有去 service 去服务哈，大概3到4家。这种无人车的公司包括全世界上大间的，嘛是我客户啊。你讲迄个上大间的是哪间？Tesla，是我真好的客户啦。是。好，那也这个无人驾驶计程车，马上就要公开了。对，它其实都可以运行了，只是它需要把它做得更好、更安全、更完美。那很快，它会大量。这个提供给大家使用。是，美国有真侪城市已经开始开无人车了吗？试开，那也有几个城市已经尝试在营运了。OK， 所以未来日本嘛有啊，日本嘛有，跟咱中国嘛有你真侪国家拢开始有啊。所以你看什么个几年咱的街路拢是无人车啊？我想袂超过10档。意思是足侪人开始要失业呢。人会咱做愈价值，愈艺术，愈产值的代志啊。对，所以不见得会失业啦。就是人要调整，要适应啦。那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也会提供这样的规划，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服务。OK，Charles 啊，他其实是一个治军严谨的人。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伊小弟几啊个，大家跟他听大兄这个大兄的话尔。我有去访问恁弟弟，你知道？我嘞。好，然后弟弟啊，对你是既这个尊敬然后其实又有一点害怕。不会吧？不会啊，来看嘛哈，来。三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讯科技的总经理，是第5梁。梁建发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大哥您一定认识，就是美超微创办人梁建厚。谢谢大哥把我们带到这个行业来，口中满是感谢。梁建厚创业成功后，带着3个弟弟在科技业闯天下，其中大弟梁建发主攻机壳制造，目前就是美超微的供应商。又是客户，又是大哥嘛，也像主管，他是说一不二的，下达什么命令，我们就是想尽办法执行。跟随大哥梁家3位弟弟都进到电子业，大弟做机壳，2弟主攻电源供应，3弟从事机壳打样。美超微帝国家族一条龙 ，AI 伺服器的巨浪新的高，兄弟们在同艘船，交给大哥掌舵。目标是要达成什么时间？希望什么时候完成？永远诉求的第一点就是品质，第2个就是抢时间。那是1994年美超微刚成立，台湾已经是全球 PC 代工王国，但伺服器才要起步，想从美国客户手中拿下订单，比别人好不够，还要比别人快。问题来了，时间怎么抢？不能快递吗？不能空运吗？不行，hand carry 当天就能到，争取到1天24小时。你看差多少？兄弟台美连线冲事业，连睡觉都奢侈。1天上班20个小时，1个礼拜可能会通宵2到3天。他打电话，我不管什么时间都会接。他交办的事情都是第一位。合作无间，效率超高。当年二话不说踏入伺服器，就因为相信大哥。什么是伺服器？不知道，一定是要挺他。所以他说什么，我们做就对了。这么听大哥的话，因为自幼贫困，梁建厚长兄如严父，比父亲还要严谨。不想吃苦的话，你就要努力，包含读书啊，你的成绩一定要好。他
到哪里都拿着英文课本，晚上的话也是点着蜡烛或是油灯。我大哥真的不容易。从盯功课到追产品，弟弟们在大哥拉拔下成长，迈入花甲之年，过了拼搏厮杀的年纪，兄弟间多了些惺惺相惜。现在会聊一点私事啊，譬如说妈妈现在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员工怎么样啊，那么高处不胜寒，觉得有一点孤单。那彼此偶尔也要聊聊天啊。回头看看这段岁月，同甘共苦，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8个字在梁家完美展现。他从来不会自私，因为他希望兄弟姐妹大家都一起好。谢谢大哥，我们永远支持你。建发啊，建达，对，建国，对，三个拢就听你的呢。他们这么说啊，那其实他们也蛮好的啦，也很感谢他们的这个帮助。啊，你这大兄是安怎？那我都做个只去。干部，因讲你讲的话就是命令啊。不，最主要是要讲的道理啦。那个方向正确，观念正确，那也为他们好，对，整体好嘛。伊讲你比爸爸较严谨的。这个严谨是应该的吧？因为尤其做学问也好，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尤其做像服务器这样的产品你东西一定要品质好啊，要不然客户相信你，买你的东西你宕机了，那客户损失惨重啊。所以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一个责任吧。好，那何况你品质好，生意才会成长嘛。是。弟弟讲啊，伊有一遍伫美国和你开会，其实伊也提早到啦，只是因为还未到开会时间嘛，伊就先去外口可能踅一下，但踅回来了啊，迟到30秒啊，伊讲互你罚徛伫门口口了，伊怎嘛唔敢入来了？较早啦，因为万事起头难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文化、团队的精神要塑造的精准，而且要有效嘛，那所以就自然而然啊。那我这样要求自己啊，也要求他们啊，这个不分别人或自己，不分亲疏，是同样的要求嘛。你不是说宽以严以律别人，你也严以律己就对了。基本上更严以律己了。你也要严以律人啊。团队里面的人，因为你尤其是重要干部，那你不严格，不精准，没有效率，没有好的习惯，那做事不容易成功啊。弟弟讲吼，伊有一讲有一遍去买跑车，你叫伊就去卖掉，伊嘛去卖掉了。因为想到袂使买跑车，一个团队的工作，希望当主管的要做好榜样嘛。想到袂使开跑车，如果他已经有赚钱了，当你的团队还在努力辛苦工作的时候，你当主管的。我觉得还是最好是有做好榜样吧。较朴实的就对了。较朴实的啦，因为希望大家有同理心嘛。你如果有钱做这个奢侈的东西，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给员工呢？你也看到员工开跑车，你有意见吗？现在会觉得快乐。为什么？因为公司毕竟已经辛苦很久了嘛。那有些员工也应该要享受一下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兴趣嘛。是。那听说你去非洲种树啊？这个故事也蛮长的。这个话说是2002年，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明天过后。明天过后。我看那个电影带囡仔去看电影，看我就问。好像是不是很冷？全世界地球很冷。我讲这全球暖化就大家使用能源过度啊，造成全球暖化。那你们小朋友都这么聪明，想想看怎么做？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蛮聪明伶俐的。他说：“爸爸，你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你想想看，你想的比我们会更快更好。”
我本来想要甲问讲你无大无小，你好，伊问题，结果伊就丢给你。啊，其实我袂使咧，啊，无水准啊！我就运气嘛真好啦。我讲，是啊，像我咧做电脑吼，这个如果电脑能够使用的更有效率的设计方式，那么台电脑可以省不少电啊，就可以节能，就可以减少软化。那么小朋友啊很聪明啊，说爸爸很好很好，请继续，开始研究。我想讲，有影呢，迄阵算算个一台电脑吼。你来用节能的方式去设计吼，一台电脑第3年内底，差不多会当省700块的电费。以那时候在加州的电费美金，3年可以省7000块啊，700块，就2万几块的代票。对，嘛袂少钱啊。我有算唔对的无？我等到厝我再车停来用笔算，我也是心算啊，我心算过还不错了。我是用笔算算，700块啊，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saving 嘛，很大的一个省钱嘛。那为什么没有人做呢？所以隔天礼拜一我就请我的采购说，你们去帮我找那个最有效率的power supply 啊。他们找个老半天回来说，邱老师没有啦，没有人做。最省电的电源供应器，他们说没有了，邱老师没人做。他说IBM 有曾经讲过，但是说比较贵，他们就不要了啊。他说 no， 我要这个贵多少？你就算贵个50块或者100块，我可以省700块，帮客户省700块啊，还是值得啊。我说我要买，然后我采购过了2天跟我说，Charles，人家不做了，因为他说你公司太小。IBM 都不会背啊，HP 也不会背，你要背公司伤势啦。无，我想，那时候多大啊？那阵2002年嘛。对。而且我那个精神，创业还不到10年，对，公司也还没有上市了。我们不行，这个太好了。如果没有人要做，要卖给我们的，我们就自己设计。所以我就开始找人。因为我家己是电机嘛，这方面我嘛真捌就对了。找2-3个 engineer 就开始做啊。差不多2个月，可行啊。那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们是全世界其实。几乎是第一家公司做电源供应器，省电的省电的电源供应器啊！哇，贡献很大啊！那个后来就演变成，因为台湾做比较便宜嘛，所以后来我弟弟他就说，这个我来做，所以有一个弟弟就把这个捡去做电源，就是他专门做电源供应。对，他现在要交给你喂啊，他就在桃园跟中和。他们家就做这个很省电的电源供应器也当新瓦最在2002、2003年，每一台电脑3年之内大概可以省下700块美金嘛。对。那以金嘛来省省会个愈济，因为金嘛技术个愈好嘛。而且金嘛省的唔拿迄个电源供应器省，是整个机器整个设计拢省电。所以概率来讲，可以省个几千块了美金，这个很重要省钱嘛。那尤其那时候去看那电影《明天过后》嘛，我就减少污染，减少地球软化，这个不但是省钱，省钱是一件好事喽。对，那能够防止全球软化、减缓，对，那这个是对地球母亲。很大的帮助嘛，那何乐而不为呢？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很积极在做了，从那时候开始。所以后来我就推动这个节能运算，也就是我叫做green computing， 就绿色运算。对，那一直到现在变成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DNA。那在这省电的过程，因为我在推广嘛。也是推广给客户啦，推广给市场啦，有时候也推广给员工啦，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啦。那员工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共鸣，所以慢慢就变成公司的一个文化，公司的一个资产。那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公司也上市了嘛，我说那可能可以开始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嘛，所以那时候成立的绿色地球基金。绿色地球基金，成立以后，只要有空就想这方面多思考多做嘛。那早期当然没有时间啊，
钱就抖内出来，那都没有时间啦，所以钱就抖内给各种单位嘛。对。那后来我说一定要赶快开始做，因为地球暖化不等人，是所以大概是5年前，我就开始比较正规的，正式的去研究怎么造林，对，能够最有效果。对。那首先是在美国种嘛，其实在美国种树，我是20年前就开始种了。哦。刚开始经验不多，所以选的树种不对。对。那选的树种不对，所以选树种很重要。选树种很重要，因为选的树种不对，你要浇水浇很多啊。那你浇的水反而是增加造成地球的问题。这造成地球暖化。感觉最重要。造成地球暖化，所以后来就选，怎么选树种？那种在什么地方呢？撒哈拉最大。撒哈拉沙漠。你要在美国种树，你要买土地来种，那个成本很大，而且你种的会有限，所以到撒哈拉沙漠就广大无疆。所以我们是从2年前开始在非洲的东岸开始种，就是撒哈拉的东面。那今年开始东岸种，也种到撒哈拉的西岸去。很大撒哈拉沙漠是从东边1000公里呢。4-5千公里，4-5千公里，撒哈拉的东端，是嘛是真趣味啦。你像较早脑海中的沙漠，那现在可以在东边种树，西边种树，已经买一种娱乐至高无上的娱乐。真的吗？娱乐很有成就感。我们有不少朋友，也不少员工很有兴趣，也在帮忙啊。对，树种很重要。对，这样技巧。主要有几种啦，一种就是撒哈拉的相思树。其实台湾这九溪啊，但是咱台湾这九溪啊是较属于亚热带的九溪啊。在撒哈拉它那边有真正比较干燥地区的九溪啊，那九溪啊在那种很干燥的地方，每一年的降雨量大概是有7寸的，也有大概3寸的，它就可以存活。咱台湾一当的降雨量差不多那应该有2-3千公里。差不多差不多是80寸到100多寸的有。底撒哈拉是2寸、3寸、5寸，所以它需要水分很少，所以那种就能存耐旱的水分。另外，我们种了生命之树，Tree of Life，那个也很有意思啊。那种树的话，就是它的果实是可以吃的。那非洲很多人也在吃那种果实嘛，所以最近也有种一些像生命之树，类似这样的东西。那还有一些香草，那些东西有时候可以制造香水的。所以哪天基金会说不定开始卖香水啊。反正贡献给地球嘛。对，因为这个是多重的效果嘛。就你也当够绿化地球，过一当比香水啊，港气我棒棒。而且生命之树那果实很好吃啊，可以当做食物来。你种几公顷会当了解？我去年差不多种超100万丛啦。嚯！今年会较济啦。谈到非洲，那川普啊。他可能是有一个战略上的改变，他就去中东访问了3个国家，沙特阿拉伯、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然后呢，他带了美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包括黄仁勋、苏姿丰也都去了，那去了以后呢，就说未来的 AI 重镇会在中东，这样，那我们 Supermicro， 我们美超微。据说也拿到200亿美金的订单在美国在这一方面比较敏感嘛，所以我不方便讲太多。那我们中东那边是有一些很不错的伙伴，有很好的客户，那也是积极在合作。那希望能够很快帮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国家发展重心从卖石油变成卖。AI 的这个资源，那当然很乐观的，希望能够帮得上忙，给大家一种互助。这个我是看新闻的啦。对，Charles 现在个人的财富已经几十亿美金了啦。几十亿美金的意思就代表至少几百亿啊。你自己有什么享受不？我个人是就像 Green Computing，
绿色运算。那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规模，做到现在，刚好是运气不错，所以大家也都喜欢做绿色运算，希望能够节能减碳，而且帮客户省钱嘛，所以从这边其实得到的快乐，是蛮大的快乐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能够，比如说种树造林，那看到树木长大，森林长大，其实我个人感觉是蛮好的所以你无什么物质欲望当然有啊，这个我开的车子也是不错的车子啊。那我女儿就时常调侃我说：“爸爸，你开那个车子耗很多电呢。”我说：“没关系，我多种树，种树可以补回来嘛。”我说：“车子好的，我开得很小心，不会去妨碍到别人，那可以省时间啊，让工作更有效率啊，生活更有效率啊。那至于消耗的二氧化碳比较多，我们多种树啊，多种树。所以你问我说为什么种树，一部分也是这种心态了。就是说我们多做一些事情，希望能够怎么样？不要夺取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嘛。是。我刚刚这个邀请邱老师的时候，邱老师跟我说你稍待一下，他先回 email， 一边走一边工作人的成功真的不是偶然你他说弟弟有讲你做严谨的，你这个严对你的子女嘛这样严吗？比较没有，比较没有，因为他们生在美国嘛，那我工作很忙，很少时间能够陪他们，能够帮他们，所以我就比较，因为帮他们的不多，所以也就比较不好意思给他们太多压力。就常常是第一代成功创业家的态度啦、心态啦，也太辛苦了呀，没时间。是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亏欠啊。OK， 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邀请到 Supermicro 美超微的这个董事长Charles 梁建厚先生那他是台湾的骄傲你这样善车的泥土，我都栽培出这款的人才你别人的土地用别人的语言创业这样成功这个也替台湾争一口气感谢你。好，多谢主持人。那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也是时常在想，那是不是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文化？那时常我在想，它也是我们的土地，也是我们的文化，用地球的观念来看。所以东南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文化不大一样。那有时候就是要去适应嘛。那这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嘛。所以也是一件美事了。那当然中间的这个challenge 就是挑战也蛮多的。真的。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边，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是郑弘仪，划时代人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